我在台湾从某东平台上买了个4小时家政服务套餐，扫了摸一会儿，阿姨腰疼腿疼肚子疼，端坐在沙发上指挥我干活。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不对啊，老娘才是花了钱的顾客吧。正准备跟平台投诉，她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我是你未来婆婆，来这里只是为了考验一下你，看你是不是有资格当我未来儿媳妇。你的表现让我很失望。我淡淡一笑，不，你不是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搬新家。入住之前在某东上买了个4小时深度清洁套餐，家政阿姨名叫刘丽琴。进门后，她扭着头打量了一圈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房子挺大啊，3室1厅，刚好你和你老公一间，公公婆婆一间，再有一间留给小孩。像是有一股气莫名堵住了胸口，很想骂人，但是看着这个年纪和我妈差不多的中年女人，我还是忍住了。没有，我打算一间做书房，一间给我家猫住。那怎么可以？就算你想这么做，你老公也不会同意的吧？我讪讪笑了笑，不打算再和他就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。刘丽琴走进客厅，把沾着灰尘的工具包往我新买的沙发上一丢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捶了捶肩，灰尘顺着他的动作扑簌簌落在了我雪白的沙发上。我眉头紧拧，眼睛盯在沙发上。我新买的冰丝凉垫啊，哎呦，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呀，我打算做满今年，明年就不做了，年纪大了，也该享享福了。你觉得呢？他打量着我，我也打量着他。年纪确实大了，但这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。我按捺住心中的不快，阿姨，你是不是可以开始干活了？我请你来，不是到我家做客的吧？他这才不情不愿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打开他的工具包，拿出里面的抹布、刷子、折叠桶，准备开工。走进卧室，刘丽琴一眼就看到了摆在梳妆台上的首饰和化妆品。她指着一套绿色的辣妹护肤套装，这玩意一套要3、4千吧，和一套杨树林化妆品，这个也得2、3千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年轻人也太会糟践钱了。我站在一旁，双手抱胸，竟然对我的东西评头论足起来了。我妈都没这么说过我请过的家政也不少，是有些会喜欢跟雇主套近乎聊天，磨洋工的，但这磨边界感的还是头一个。我黑着脸，但还是不想和他起冲突，没有说话。他又看向首饰架，第1层全是耳环耳钉，第2层则是各式发卡，最下面1层都是我精心收藏的手串。买这么多手串，你一个人就2只手，带得过来吗？这哪里是正经女孩该有的样子？我浅笑了一声，冷冷地看着他，语气生硬，这也不是你一个家政阿姨该说的话。赶紧打扫卫生吧，已经过去15分钟了。我花了800块，请他来打扫4个小时，现在已经被他摸鱼摸掉了50块钱。倒不是我斤斤计较，家务费时耗力，所以我才不愿意干。我知道家政阿姨挣的也都是辛苦钱，我也一向很体谅他们，有时候心情好，还会请他们一起吃下午茶。但是今天这个一进门就让我觉得很膈应，有一种他把这个房子当成了他自己家的感觉。刘丽琴嘟哝了一句，
象征性地扫了扫地，开始擦桌子。我监督了几分钟，回到书房继续做我的事情。我的职业是理财顾问，平时的工作就是看看资讯，盯一下行业的风吹草动，看起来每天无所事事，但千万别让我抓到机会，一抓到机会，就能赚到一套房的钱。现在这个房子，就是我在上一个牛市赚到的。刚打开网页，我就听到主卧那边传来了一阵哎呦哎呦的叫唤声。怎么了？我追过去一看，刘丽琴捂着肚子坐在床边，朝我挥了挥手。我有点低血糖了。有糖吗？我得先吃块糖歇会儿。低血糖？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果然不能请一把年纪的家政阿姨，待会出什么事再讹上我。但我还没正式搬过来，家里连白糖都没有。回书房找了半天，才从抽屉里找到一包前2天刚拆封的黑巧。阿姨，你先吃点这个吧，实在不行我再下楼给你买一些。刘丽琴接过我递给她的黑巧，双眼放光。行。她拆开来送进嘴里，嚼吧嚼吧。呸呸呸，什么东西？这么苦，一点甜味都没有，你这是要毒死我吗？她把嘴里的黑巧全都吐了出来，喷了一地板，还有一些粘在了白色的床垫上。那黑巧是前几天在瑞士留学的闺蜜从国外给我寄来的乔迁礼物，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几个，就这样被她给吐了。一股无名之火腾地窜到了颅顶，我握紧了拳头。你这个精神头，也不像是低血糖的样子吧？该不会是得了什么其他的病？用不用去医院看看？我看你这状态也打扫不干净，要不我联系平台，给我换个人过来吧。听我要把它换掉。刘丽琴倏地站了起来，拿抹布拍了拍被弄脏的床垫。你这就说笑了，我可是平台5星级家政，好评率最高的。我要是打扫不干净，还有谁能打扫得干净？她笑嘻嘻地摆出了一副殷勤的样子，开始干活。我原也只是说说而已，并没有真的想要换人。换人的话，还需要拍照、编辑理由、找客服沟通，我嫌麻烦。见她终于勉强像个样子，我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床垫弄脏的那个地方，等她走了，我自己擦一擦算了。我回到书房，男朋友陈科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宝宝，你那边收拾的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打包好了。我和陈科是半年前认识的，他通过朋友介绍，找我帮他理财，算是我的前顾客。那段时间，他经常找我聊市场行情，一来二去，对我生出好感，狂追不舍。我见他努力上进，人品端正，答应了他的追求。我们约定好的，他今天搬过来，和我一起住，合适的话，择吉日领证结婚。快了，这次这个家政阿姨有点磨叽，你差不多就过来吧，反正我一直都在家。消息刚发出去，主卧那边又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。我走了过去，才看到刘丽琴连鞋也没脱，直接踩在我的床垫上，踮着脚擦天花板吊顶，灰尘扑簌簌地落到了我的床头。床垫上，鞋子更是在雪白的床垫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浅不一的黑印。我的血压都飙升了。阿姨，你为什么不脱鞋就上床？还有这个吊顶有啥好擦的？灰全都落到床上了。她慢悠悠地扭头看向我，吊顶上最容易积灰了，当然要擦干净了。吊顶是容易积灰，可是哪个好人会盯着吊顶看？就算他积了1吨的灰，也没有人会看到吧？我真的是无语了。还没来得及发作，刘丽琴又扶着腰，哎呦一声。我咬着牙，你又怎么了？我腰好像有点扭了。快，扶我到沙发上歇会儿，我怕真的出事。按捺住心中的怒意，扶着他往客厅走。
他一点不客气，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捶捶腰，揉揉肩。我觉得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歇不过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教你怎么做卫生，你自己来。我满脸问号，我今天请的到底是家政，还是一尊大佛？他撇了撇嘴，女人结婚以后总是要学会做家务，照顾家庭的。你难道还想以后每次都叫家政过来打扫卫生吗？也太不会过日子了吧。对啊，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啊。我在家时，我和我妈从来都没有摸过一次扫把，妈妈每周都找家政来做一次深度清洁，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正准备发作时，手机响了，拿起来一看，是陈科的电话。他说他还有半个小时就到。我看了看客厅遍地的狼藉，和男朋友同居第1天，就让他看到这么乱的房子，始终不太好。刘丽琴瘫坐在沙发上，懒懒地垂着肩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罢了，谁让我是从小接受尊老爱幼教育成长起来的红领巾，这还差不多。他见我态度有些让步，直接指挥了起来。你拿扫把把阳台那扫一下，然后接1桶水，在里面放2泵洗洁精，直接倒在上面，再拿那个魔术扫把把水都刮进下水道里，阳台就差不多了，等通风就行。还有那个客厅地板上沾的胶，你拿那个乳胶清洁剂喷一下，过2分钟一擦就掉了。客厅吊顶就算了，我看你这笨手笨脚的，也擦不干净。我拿着扫把走到阳台上扫了一下，因为没掌握好力道，扬起了一大片尘土。嗨嗨，刘丽琴闻声赶了过来，哎呦哎呦连连摆手，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，这点活都干不好，先往地板上撒点水啊，这样灰尘才不会飘起来。她叉着腰站在我旁边，指挥着我干活，和刚才半死不活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不对啊，老娘才是花了钱的顾客吧。我把扫把丢在一旁，拿起手机，这位阿姨，如果你实在是干不了这个活的话，我跟平台回馈，换一个人过来，你也不用费心在这里教我干活了。我觉得我实在不是这块料，学不会。刘丽琴眼睛一瞪，拍手道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你现在不学会做家务，以后怎么伺候你老公？照顾不好家庭，迟早会被男人抛弃的。阿姨，这也是为你好。我眯着眼睛笑了笑，咬着牙道，阿姨，你这么会做家务，想必你的家庭一定很幸福吧？不过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试探，语气也没有任何阴阳怪气的成分。没想到他竟然莫名破防，暴跳如雷。他叉腰瞪眼，嗓门大的能把屋顶掀翻。你这个女人，怎么说话的呢？我好歹比你大几十岁，也算是你的长辈，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，轮到你在这里不说人话，阴阳怪气的戳人脊梁骨。不知道你妈怎么教的，还大学生呢，太没教养了。呵，她的生活该是多不幸，才会从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中解读出讽刺，还把怒气这样撒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上。不管他怎么说我都可以不计较，可是我不允许有人说我妈。我用力握紧了扫把，恨不能一把抡倒这个喋喋不休的中年妇女。但是我这20几年来所接受的教养，还是让我克制住了呼之欲出的怒火。刘丽琴依旧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既然你妈不教你，我就替你妈教育教育你。我从没见过这么普信的家政阿姨，拎不清自己的位置。我无奈笑了，语气依旧是冷静克制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替我妈教育我？哼，我是什么人？我就告诉你，我是什么人。他冷笑一声，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双手抱胸，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。我是你未来婆婆，我特意抢了这个订单来这里，
只是为了考验一下你，看你是不是有资格当我未来儿媳妇。你的表现让我很失望。听到这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愣住了。几秒钟时间里，几个不同的想法争先恐后的在我心头乱窜。这女人是失心疯了还是怎样？我是不是应该报警？我不会有危险吧？在她情绪彻底失控之前，我选择暂且先稳住她。哦，是吗？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当然是陈科了。难道你还有好几个男朋友？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下一沉。如果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家政阿姨，她不可能知道我男朋友的名字。可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中年妇女，真的会是她妈吗？我眼珠子转了转，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住这里的？她又哼了一声。当然是我儿子告诉我的了。我儿子说了，等过完年就让我搬进来，住主卧。忙活了大半辈子了，总算是我儿子争气，可以让我享享清福了。可没想到，你这个未来儿媳妇竟然这么没有眼力线，不但败家乱花钱，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不会做家务，不懂得尊敬老人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在我们老家是绝对没人要的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见我不反驳，越发起劲了。只要你从现在开始乖乖听话，好好伺候我，学着做家务，做一些本分女人该做的事情，我还可以对你既往不咎，让你进我家的门。否则，就别怪我不同意你和陈科的婚事了。我心底连连冷笑，人怎么能可笑到这个地步？很好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算是帮了我个大忙了。他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情。我抿了抿唇，免除了我和你未来可能产生婆媳矛盾的困扰。刘丽琴眉头一松，还以为我是在向她低头。她高傲地扬了扬眉，坐在沙发上，脱了袜子，开始抠脚丫子。一阵阵似有若无的酸臭气味传来，她理直气壮地使唤我，脚上长了个倒刺，难受死了。赶紧拿个指甲剪给我剪了。我站在一旁没有动，脑子里在计算，他把我的床垫和沙发弄脏，应该要让他赔多少钱。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穿过客厅，去把门打开，门口堆着一大堆箱子，还站着一个人，是陈科。他一见到我，心花怒放，就要搂我的腰。陈科，你来得正好。我向后退了一步，拉开距离，侧过身子，让他的视线可以直接穿过客厅，看到客厅里的那个人。宝宝，怎么了？我刚刚不就说了我还有半小时就到了吗？他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僵在原地。妈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转身，跟随他的目光往里看，才发现刚才还坐在沙发上抠脚丫子的人，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，跑到阳台上，弯着腰打扫卫生。听到陈科的声音，他才动作迟缓地直起身子，艰难地捶了捶腰。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接到了这家的单子，来这做卫生呀。3个房间，一个大阳台。哎呦喂，可把我给累坏了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好呀，跟我在这演示吧。陈科看了看我，眼神中透着一丝窘迫。他往阳台那边走了几步，看他妈累得呼哧带喘的样子，心疼地皱了皱眉。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他伸手指向我，莹莹，是我女朋友。刘丽琴仿佛第一次知道一般，动作僵了1秒，才抬起头，笑着看向陈科，手在围裙上抹了一下。哎呀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卑躬屈膝，唯唯诺诺的模样，好像被谁欺负了一样。这演技，没有入选北影教材真是可惜了。他还想继续低头打扫，陈科拦住了他。他转头看向我，莹莹，
对不起，我之前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妈是做家政的，本来是想等明年我妈退休了，再安排大家一起见个面的。今天既然这么巧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我订个饭店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吧。莹莹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我眯着眼笑了笑。嫌弃？我尊重每一个劳动人民，家政阿姨都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我敬佩都来不及，有什么立场嫌弃？我对她的职业没有任何意见，但是这个人，我属实是不敢和他做这个一家人。陈科让他妈把打扫卫生的装备卸了下来，转头拉住我的手。晚上想吃什么？川菜还是火锅？我看着刘丽琴迫不及待收拾东西的模样，冷笑一声，吃饭，卫生还没打扫完呢。刘丽琴的动作制住，陈科也愣了一下，过了几秒，缓缓陪笑道：莹莹，打扫卫生这什么急？待会我先把箱子搬进来，收拾完箱子以后再叫人来打扫不就好了？我摇了摇头，不行，说好的今天打扫，就要今天打扫干净。陈科对我的脾性很了解，他知道我做每件事都是提前规划好的，不喜欢被打乱计划。那我们重新在平台上叫一个阿姨过来打扫吧。我依旧摇了摇头，重新叫一个。那我今天这800块钱算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我买的应该是4小时的服务套餐吧。我虽然有钱，但是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没有必要当这个冤大头吧。我看向刘丽琴，她双眼瞪圆了，想要发作，但一见她儿子还在旁边，瞬间又换了一副面孔，低下头，委屈地揉着围裙。陈科沉吟片刻，开口道：这样吧，我把这800块钱还给你。我指了指手机上的时间，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平台最晚的上门时间是6点，重新叫是叫不到的。刘丽琴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哎呦，我还是把这活干完吧，趁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还能动，给儿子儿媳妇做点是点，谁让我生来就是伺候人的命。他委屈巴巴地重新把手套戴上，哭丧着脸到阳台去接水，转身时还做了个抹泪的动作。陈科见到他妈委屈的不行，左右为难，思考过后，他神情凝重地看着我：莹莹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不要闹小脾气了。我知道你嫌弃我妈是做家政的，不像你爸妈体制内风光，可是他好歹也生我养我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这样羞辱他。我羞辱他？我哭笑不得。我们现在一码一码掰扯清楚，我出钱让他来我家打扫卫生，他各种磨洋工就算了，还把我的主卧搞得乱七八糟，现在房间没有打扫完，打乱了我接下来的计划，这就想走。如果你非得觉得我让他把分内的工作做好是羞辱他的话，那我提个建议。什么？陈科陷我一通反驳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话有些不过脑子，语气也软了下来。你替你妈把剩下的卫生打扫干净。陈科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可以。刘丽琴刚把1桶加了洗洁精的水泼到阳台，听到这话急了，她站在阳台，拿手指着我：怎么能让我儿子干活？我儿子从小到大连扫把都没摸过一次，凭什么被你这样指挥来指挥去的？没见过你这样的儿媳妇，知道我是你未来婆婆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一个好脸色都不给，使唤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想使唤我儿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这个态度的话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我笑了，谁不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？我又凭什么要帮他干活，伺候他？我看了看陈科，他沉默着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彻底明白了，我又看向刘丽琴，淡淡一笑：不，你不是，你不会是我未来婆婆。
因为陈科不再是我的男朋友了。我定定地看着陈科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波澜，无比平静地开口道：陈科，我们结束了。陈科难以置信地抬眸看向我。分手？莹莹，你真要和我分手？我眼神坚定，没有一丝能撼动的空间。他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以为我是因为知道他妈妈的职业，才和他分手。他低下头，眼中出现一丝破碎。你还是嫌弃我吗？嫌弃我？我心中只觉得讽刺。刚和陈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曾经跟我提起过他的家庭情况。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爸就和2+1跑了，留下他和他妈相依为命。他爷爷奶奶也不认他，没有给过1分钱，他妈做零工才把他带大的。跟我提起这些时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告诉我他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对感情不忠的人。再加上他的身世，我又对他多了几分怜爱，认为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奋发图强，考上985，拿到大厂的工作，是一个积极可靠的人，这才和他在一起。那时候我还在心底暗暗钦佩他妈，钦佩之余甚至还有些心疼。毕竟一个女人独自将孩子带大，是一件很伟大也很艰难的事情。在一起后，我多次旁敲侧击询问过他妈妈的基本情况，想着多了解一些，好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婆媳矛盾问题。他始终语焉不详。现在我终于明白是为什么了。听到我要和陈科分手，刘丽琴脚步匆忙地从阳台跑了过来，一边跑一边拿手指着我，凶相毕露。分手就分手，儿子，这个败家女人根本就不是过日子的人。你现在这么优秀，本来就应该找个更好的人。这个女人天天不工作，在家待着有什么好的？赶紧把她从这个房子里赶出去。呵，所以陈科没有和她提过，这个房子是我的吗？所以她的态度才这么嚣张。刘丽琴情绪激动，脚下刚刚踩到了沾着洗洁精的水，现在又踩在光滑的地板上，咣当一声，她屁股着地，摔得4脚朝天。哎呦，哎呦！他妈苦叫连连。陈科大惊失色，我心里也瞬间坠了一块石头。完蛋，还是让他给讹上了。刘丽琴进了医院，摔得并不严重，但由于骨质疏松，胫骨骨折了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给陈科转了5000块钱，让他妈好好养病，以及快点把门口的行李搬走。陈科还是不太情愿。莹莹，你一定要和我分手吗？我妈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这么看不上眼？我冷哼了一声。自从他妈到我家无理取闹，并且亮明身份后，我在短时间内想了很多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一定有对彼此的心动，但分开的理由却可以很多很多。他妈的出现，让我重新审视了他这个人，看到了隐藏在他的社交面具下的更真实的自我，对未来共同生活的图景也有了更为切实的想象。想象过后，我的结论是，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。这么说来，我还挺感谢他的。以后好好照顾你妈吧，别让她一把年纪还干这种体力活了。还有骨质疏松是缺钙引起的，就算不是这次意外，年纪大了，缺钙还是会很容易摔倒骨折的。从医院离开后，回到家，我打扫了一片狼藉的房子，把主卧的床垫擦了又擦，还是觉得脏，索性丢掉了。洁癖就是这点不好。第二天，我睡到了日上三竿，刷了会儿短视频，就在上面看到了一条同城的直播，热度很高。场景是在医院，一个中年女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单手抵着额头，哎呦哎呦的痛苦呻吟着，拇指刚快速划过。我突然觉得刚才那个画面莫名眼熟，
又滑了回去。果然，是陈科他妈。荧幕上，评论快速上滑。是被雇主打了吗？我上次也差点和雇主吵起来。我明明已经把那个玻璃擦干净了，他非得没事找事手往上戳出一堆指纹印子，逼我重新擦。MD 现在这个社会简直太不公了。小刘阿姨这么好的人，人善被人欺。刘丽琴躺在病床上，超绝不经意地从手臂下面露出一双眼睛瞟着荧幕，时不时回复几条评论，有气无力的。对啊，我就想着帮他擦一下吊顶，结果他嫌我把吊顶上的灰弄下来了，把我大骂一顿，推倒了。他把医院的诊断报告举到荧幕前，看，这是我的验伤报告。听到这些，我的眉头一整个锁了起来。这说的不是我吗？明明是自己滑倒的，非说是我推的。有网友评论，雇主赔钱了吗？平台赔钱了吗？他叹了口气，眼中含泪，雇主只打发了5000块钱。平台说我这是骨质疏松，自己摔倒的，不给赔付。谁叫我们是底层打工人呢？没有什么话语权的。他的话术很高明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将阶级矛盾挑了起来，激起了评论区网友的同情和众怒。这些资本家简直太没良心了。雇主家在哪里？把地址发我，我不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下面有一群人附和，顺便帮我丢几个臭鸡蛋。我突然觉得有些后怕，下一步我恐怕就要走被人肉和网暴的剧本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开刘丽琴的个人资料页面。他妈在这个平台上的账号叫小刘阿姨，头像就是一个家政阿姨的工作照。照片里，她穿着工作服，亲切微笑着，和在我家对我颐指气使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也是被她这张脸欺骗，才选定了她上门服务的。再看她主页里发布的内容，她发了上百条视频，主题有如何清洁顽固污渍，如何打扫死角卫生，吹风机的妙用等等。点开其中几个看了一下，全都是由她本人出镜，在荧幕前仔细讲解和卫生清洁相关的小知识，每条的点赞数量都有好几千。再回头去看她的粉丝数量，才发现她竟然有2万多的粉丝。看来她没有骗人，果然是平台的5星级家政，工作能力还是很犟的，难怪能靠自己一个人把陈科养大成人。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我摇了摇头，可惜了，能力和人品不成正比，伴侣缺位，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，将自己对另一半的情感需求都投射到自己的儿子身上。或许在他知道我的存在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成了他的假想敌，所以他才会非要上门闹那一场吧。我把多余的那些钦佩和同情给按了下去。正想到这里时，有人敲响了房门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昨晚陈科就已经把他的东西都搬走了，我爸妈都有这个房子的钥匙。敲门的人会是谁？我怀着一些警惕，悄悄走到门口，却没有打开房门，在门口静立了一会儿，听到门外啪的一声，有什么硬物砸到门上的声音。我瞬间联想到了刚刚直播间里有人提到要到我家扔臭鸡蛋，我越想越后怕，胸口像有一块石头压着，闷得无法喘息。原想着大家都是成年人，给彼此体面，好聚好散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心软的了。我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有麻烦找远景叔叔，也是我从小就接受的教育。远景到了我家，我这才敢打开门，门上果然粘着一堆蛋清，蛋黄已经掉落到了地上。我没有跟远景揪着扔鸡蛋的事情不放，因为我知道仅仅是这样，很有可能被认定是邻里纠纷而被轻轻接过。我直接告刘丽琴在网络上公开造谣诽谤，并且认为丢鸡蛋的人是被他怂恿过来威胁我的。
对我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，这让这件事直接从民事案件上升为了刑事案件。远景带我去警局做了笔录后，又去找了陈科和他妈妈。陈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一脸懵，而刘丽琴则抵死不认。我受伤后一直在医院，什么时候诽谤他了？远景拿出了我提交的直播间录屏，虽然他在直播的时候没有指名道姓，但他在受伤日期只做了我家这一单，很明显说的就是我。更锤的是，远景拿到他在短视频平台的聊天记录，其中显示他直接把我的住址私聊给了其中一个热心网友，并且说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，威胁意味不要太明显。事已至此，刘丽琴还有话要说，我只是说教训教训他，又没说要对他怎么样。而且我真的是在他家打扫卫生的时候被他推倒的，我只不过是在网上把这个事实说出来，哪里诽谤他了？他只给我5000块钱就想打发了我，凭什么？听到他这么说，我都觉得好笑。当时在现场的只有我们3个人，他恐怕是觉得陈科一定会向着他，所以才这样肆无忌惮地颠倒黑白吧。可惜了，我养猫，养猫的人都是会装监控的。虽然猫咪还没搬到新家，但是客厅的监控早早就已经装好了。我拿出了监控云存储的视频，监控视角下清清楚楚地拍到了，是他自己忙着跑过来，脚下一滑才摔倒的，根本就没有人推他。我出于人道主义给他5000块钱，已经是可怜他了。看到这里，他才哑口无言。我把他告上了法庭，他的那次直播人数恰好超过5000人，构成刑事犯罪。我要求他在平台上发布道歉声明，赔偿精神损失费和清理费，共计1万元。既然他嫌5000块钱少，那就都给我还回来吧。向律师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我郁结在心中的那口气才算是舒了一些。法院受理案件后，按照程序先进行调解，在调解桌上，他依旧死死抓着我不放。律师，她是我未来儿媳妇，我是她未来婆婆啊，这些不过就是家庭内部矛盾吧，而且我也没有真的伤害到她。律师冷冷地看着她，这位女士，我们从监控视频里清楚看到，苏小姐已经和你儿子提分手，并且你也极力赞成。家庭内部矛盾，从何谈起呢？我看着刘丽琴，心底生出了一阵寒意。幸亏我和这一家子已经断了关系，否则如果真的被认定为一家人之间的内部矛盾，真要发生什么事，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网上也并非没有过这样的案例。退1万步来说，苏小姐真的成为你的儿媳的话，她同样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。律师又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刘丽琴并未因为律师的话就退缩了，她恶狠狠地看着我，仿佛要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。那套房子明明是我儿子出钱买的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占了去？而且你竟然还有脸把我儿子从家赶出去。要我说，离开的人应该是你。我倒是觉得奇怪，刘科和你说的那套房子是他买的，他说不是，但是我猜都能猜到，你一个天天在家待着不上班的人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？他就是鬼迷心窍，才把钱都给了你。他把钱给我，对，我都看到他给你转账的记录了，30万呢，还有10万块是我转给他的，你把钱都还回来。他提起这30万，我才想起来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我饶有趣味地看着他，你确定要我还回去给他？他点了点头，不悬，难道留着给你过年吗？好，那你写个承诺书，证明是你要求我把这钱还回去的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。刘丽琴愣了一下，但听到有钱拿，她马上忙不迭地写下那张纸。
我当场把30万转回给陈科。现在说回我们的事，你是要道歉赔偿还是继续打官司？经过双方律师调解后，我们达成和解，刘丽琴同意发布道歉声明，但是只赔偿5000元，并且给800元的清洁费。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上，勉强同意。从调解室出来，刘丽琴叫住了我，我去给你打扫干净，那800块你给我吧。我一整个地铁老人皱眉，你不是腿骨折了吗？还要上门打扫？他咬了咬牙，就算坐轮椅我也扫得动。我连连摆手，别，不劳您大驾，您还是好好歇着吧，别又倒在我家门口，我可伺候不起。回到家，我看着门上残留的鸡蛋清，思忖良久，联系了之前加过微信的家政阿姨，到底还是知根知底好一点啊。家政阿姨打扫卫生时，陈科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消息，莹莹，你怎么把那30万转给我了？就算你和我分手了，我至少还算是你的客户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太不专业了吧。我什么都没说，直接甩了他一张照片，是刘丽琴亲笔签名的承诺书。她现在年薪少说也有30万，手上也有这么多存款，按道理他妈是该享福了，但是她却选择贪婪地索取更多，以至于老母亲一把年纪了，还要替她劳心劳力。这样精致利己的人，绝不可能是良配。拿这些钱好好孝敬孝敬你妈吧，希望不要有下一个倒霉的雇主了。发完消息后，我把他拉黑了。回到书房，打开电脑，一根红色的大阳线突然出现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。大牛市要来了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